为什么1000多位的直男会去找一位穿上女装的大叔发生关系？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本期视频我们还有最重要的知识点：跨性别跟异装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2天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最炸裂的一幕啊，一位人称红姐的中年异装者引爆了全民的关注，而且还上了热搜哈。有自媒体上说红姐是一位59岁的抠脚大汉，那具体的年龄呢，强哥无法求证。这起事件不仅仅是关于私德和隐私曝光的问题了，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关于偷拍、艳照还有直男崩塌的这些表层的现象。同时呢，更是一场关于性别认同、性偏好和社会禁忌以及直男性心理的深层次问题。首先，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红姐事件哈。一位自称叫红姐的中年男性，他通过穿戴假发、女性服装，在自己的住处里面与1000多位男性发生了关系，而且呢，他在自己的家里装上了固定机位的拍摄设备，对所有来跟他发生关系的这个过程啊，他进行了偷拍。所以这些视频据说不低于1690部啊。那有的人预测呢，加上那些还没有发出来的，那可能高达2000余部。这是3年里面红姐的收获啊。我给他算了一下，就算是总共只有1690部的话呢，除以3年啊，加上有一些是少数朋友是回头客，那红姐平均每天要跟1.54个直男发生关系。在看到社交媒体上的截图里面，找过红姐的那些男性，包括健身教练、年轻的奶爸、黑皮的男大，还有一些外国的友人啊，其中不乏身材和颜值都俱佳的人。怎么说呢？很多男同看完视频心态都崩了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留言呢，我就没忍住笑。凭什么红姐那身材那长相，这3年里面吃香的喝辣的，而自己约个人见面都这么难呢？啊，与其说是八卦和嘲讽红姐，不如说其实妒忌是更多。那些天菜教练、乖乖帅哥还是国际友人，为什么他们要排着队来找红姐？还有更多令人费解的，很多男性前往红姐的住处的时候，他们会带一箱牛奶呀、水果呀这种小礼品，就跟去走亲戚家一样。也有人说红姐因为是不收费的嘛，所以可能那些找她发生关系的人觉得，要是能带点礼物表达一下的话，感觉有点像网上的那种赞赏啊，这个关系好像更容易亲近一点。我听说啊，已经有视频里面曝光的这个健身教练报警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影响后续会怎么发酵，我还不知道啊，会激起什么样的一些涟漪。但是这场风波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除了涉及到我们提到的人数众多、侵犯隐私之外呢，因为它撕开了我们这个社会啊对特定群体认知的一些遮羞布。比如说，一个男扮女装的中年大叔在3年里面几乎没有翻车的跟1000多位直男发生关系的现象，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和困惑。这些直男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啊，15年前强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我去沈阳，沈阳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当地有一个广场附近晚上呢会站很多的妖啊，这个是当地人的一些称呼啊，有一些贬义啊，我只是来借用一下。其实呢，就是那些男扮女装的朋友呢在那边站街。那么当地朋友就说，经常会有直男晚上去找他们，有的人呢是会明知道他们是妖的身份，还会带回家发生关系。我当时听完以后就被震惊了嘛，因为我当时大脑里面的问题就是说，人家直男不是喜欢女的吗？找这些人带回去的心理是什么呢？经过学习以后呢，了解了大概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性心理。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其实是寻求刺激。那么有人呢其实是采访过这些去找异装者的直男，那这些直男里面有的朋友解释说呢，因为常规的这种异性的关系变得很无聊了啊，而且与这种特定的这种异装者对象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让他们感到更加的火辣、更特别，而且他有一种挑战的禁忌的一种心理。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男性朋友对异装者他会产生好奇和性吸引，有一种就是互相之间在吃那种新鲜感，你能理解吗？就是直男找异装者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找到，因为异装者出来这个提供服务的也不是特别多，而异装者要找直男的话呢，又充满了风险，也充满了刺激，所以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满足了双方的挑战禁忌的一种心理。还有一个是直男在参与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不仅仅是对女性的服饰啊，他会有一种迷恋，有的人呢，他也会对异装者本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性的偏好
第二点呢，可能涉及到超女性化的吸引力。怎么说？就是中国啊，有一些知名的京剧的这个旦角这些演员，他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能够让很多的直男如醉如痴啊，因为当他们穿上这种戏服，再化上妆，在舞台上，他会比普通的女性更有女人味儿哈。所以一些异装者或者说我们跨性别的女性呢，会刻意的加强自己女性的特征，而且她通过这种反复的练习啊，让自己充满女人味儿，而且容易产生一种极致的吸引力。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啊，一些人认为异装者在性爱的这个方面呢，他更懂得男性的爽点，因为他们本身就比较了解男性的身体构造嘛，而且更愿意钻研各种各样的性技术，所以呢，他这样就能够做到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这就会让一部分的男性觉得说，与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更爽啊。在强哥看来，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异装者在跟直男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心态特别好啊，是真正的乐在其中，享受其中，他的投入度和专注度啊，完全不同于性工作者的那种表面的敬业。所以呢，他们可以把各种姿势都可以尝试解锁，尺度还有花样都可以翻多哈，把一些直男在性方面的这个见识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哈，好像帮助他们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突破，让双方都有一种成就感。第三点的解释跟我刚才提到的第二点其实恰好相反，有人认为呢，可能触及到了一些男性潜在的厌女症啊，在女权意识日益彰显，很多女性变得更加自主、独立、平等，不再那么容易被那些男性摆布的这个今天呢，有一些异装者或者跨性别的女性，她可能在性关系当中表现出了更传统或者更顺从的一面，她有更示弱的一面。这种表现的话呢，恰好满足了一部分男性对性伴侣易于掌控的那种渴望，也就避免了与那些独立自主的女性建立关系当中可能出现的那种，比如说我要求爱的时候要有仪式感啊，而且还要有复杂的一些程序啊。那也有心理治疗师就说，这可能满足了一些直男支配的权利欲，因为在跟这些异装者交往的时候不会有麻烦，就是不会有很多的事儿，又不会怀孕，又不会破坏你的家庭关系，所以风险呢要小很多。还有人用上了上野千鹤子的理论解释啊，认为说让男人发生反应的从来都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的符号，就是红姐身上戴着的这些假发、裙子、黑丝袜等，所以充满女性特征的男人同样可以激发起那些直男的欲望。当然还有一种观点啊，很前卫，就认为说那些对异装者的兴趣啊，可能是源于一些男性对生殖器的迷恋。这种说法其实会拆穿一些直男的心理防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嘛，但实际上在他们内心的最深处，可能也会有对阴茎的这种迷恋，就像他们对女性乳房的迷恋一样。所以这种说法的话呢，它揭示了人类性偏好的一种复杂性啊，绝对不是只有男性或异性这种二元对立所能够概括的。为什么1600多个男性去到红姐那个住处里面，难道他们都没有发现红姐是个男的吗？所以这是很多人在红姐事件里面无法理解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强哥看来，这个原因啊，可能有多个方面啊。第一点的话呢，其实在特定的灯光还有化妆和服装效应下呢，有一点像滤镜一样啊，视觉上其实是容易搞混淆的啊。尤其是你在发生这种性行为这种私密的环境当中，光线是比较昏暗的，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其实人的判断力吧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的话呢，因为当一个人带着特定的预期进入到性场景的时候呢，心理上会倾向于确认自己的预期啊，比如说他已经接受了红姐是一个女人的形象，或者是一个老阿姨的形象，所以他大脑里面可能会选择性的忽略那些不符合预期的细节，比如说红姐的声音或者身体线条，这些本来存在的一些破绽的地方，都会选择性的被忽视了。哎呦我去！你怎么会说我是人？说我是人？你这有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因为戴着口罩，对不起。另外，当人呐，在高度兴奋而且是寻求刺激的这种状态下，你会跟一个陌生人发生关系的这种时候，会有紧张感。这个时候人的感知能力的话呢，其实会变得迟钝，对细节的辨识能力呢也会下降。很多人对异装者
跨性别者缺乏基本的了解，因为对他们在外貌和行为上可能已经达到了女性化的程度，没有一个概念，所以这就会容易导致他们就难以辨别。我猜测啊，红姐基于1000多个真实案例的这种实践经验，应当有一套完美的说辞了。比如说我今天不方便呢，来了大姨妈，或者我今天只能用口，或者是我不习惯开灯发生关系，又加上是在红姐的住处里面发生嘛，所以实际上她比较容易掌握了这些主动权。也不排除这几年里面红姐也翻过车，就是被人发现过，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很多直男担心自己的形象，会担心事情闹大以后啊，对自己反而不利，所以穿上衣服估计就跑了。有一些朋友也提到哈，红姐接触的这些群体当中啊，其实许多人他实际上是处于长期的情感压抑的一个状态，在传统的这个婚恋市场里面不被关注，在职场啊、家庭当中都缺乏这种认同感，或者说在经济啊、外貌啊等条件哈，其实是被主流的异性恋这种择偶观边缘化的。所以红姐提供的不是美的这种享受，而是低门槛的一种情绪价值啊，一种疏解，是用一种老阿姨式的亲切感降低了对方的防备。那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些男性在某一个瞬间里面，他感到完全的被接纳。分析完找红姐的这些男人的性心理啊，也来讲一讲法律的部分。红姐的偷拍行为，还有那1600多部视频的公开传播，无疑是整个事件当中最具争议和法律风险的部分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偷拍并曝光，可能是一种寻求关注，因为带有一种炫耀感，是吧？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他将自己的这种成就公之于众，对吧？总不能一个人天天自己在家里面欣赏，他公之于众以后呢，有可能获得某种的满足感。那有的同性恋就会以自己睡过多少直男当成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经济利益，有的人说红姐的视频是要收费的啊，当然我无法求证这个信息啊。在网络的时代里面，视频的传播往往是跟利益挂钩的，通过传播视频呢获得经济利益，我觉得是一种可能性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啊，红姐的行为呢都触犯了法律，主要是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她实际上呢未经他人同意偷拍他人的私密活动，而且公之于众了嘛，所以那这第一点就是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传播淫秽物品啊，是因为视频的内容也涉及到性嘛，所以公开传播的话呢，可能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要被判刑的。第三个就是侮辱罪了哈，因为这个视频的内容啊，假设有一些人会说，哎呀，你这个视频的传播对我造成了侮辱，造成了我的社会评价降低，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构成了这个侮辱罪，情节严重的话呢，也会判处几年的有期徒刑。这样听上去啊，红姐这次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啊，甚至会要面临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最后，强哥给大家讲一讲红姐事件里面暴露出来的我们这个公众啊对性少数群体存在的诸多的误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来厘清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第一个概念是跨性别者啊，英文叫 transgender。跨性别者呢，是指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不一致的人，比如说他生理上是男性，但是他认同自己是女性。这一类朋友呢，可能会选择通过激素啊或者手术改变身体特征，但也有一些人他不会去进行医学的干预。那另外一个概念是变性人，它特指那些已经接受过了医学的干预，比如说接受了激素治疗通过了这个性别重塑手术来改变身体特征的人。接下来这个概念很重要，叫异装者。我们这期节目谈到的红姐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实际上是喜欢穿着异性的传统的服装，而且他享受穿这种服装的这种快感，还有这个情绪上的满足感，但并不一定想要去变性的，也不一定认为自己是女性的。所以异装者呢，他有可能是异性恋，也有可能是同性恋。比如说像红姐极有可能就是一位同性恋者，因为她喜欢男生，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呢，也选择以男性的身份来生活。另外一个是异装癖这是一个被归为性心理障碍的一个诊断性的名词，意思是说呢，只有在穿上异性的服装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性的唤起，而且呢，这会造成明显的一些心理困扰或者功能性障碍。简而言之吧，就是异装者享受穿异性的服装，不痛苦也不困扰，但是异装癖呢，是指那些因为穿异装而带来一些困扰，甚至会成瘾的一种所谓的病态的行为。另外也有一些朋友会提到，比如说变装皇后所谓的变装国王那这些呢就属于表演艺术的一部分通常出现在夜店
舞台呀，甚至选秀的一些场合里面，因为那些变装皇后往往要通过那种非常夸张的模仿女性的形象、妆容啊、肤饰啊或者行为啊，来挑战那种性别刻板印象，表达自我啊。红姐事件呢，无疑是震碎了很多人的三观，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人性、欲望和性偏好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正变得更加复杂和缤纷多彩。人性的偏好其实是千差万别的，尤其是在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一类现象。你对红姐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对这期视频当中强哥提到的这些概念是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更深入的讨论。